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关乎健康的震撼真相。医生只叫你降胆固醇，却没说他汀会毁掉你的大脑和肌肉。也许你或你的家人正在服用他汀类降胆固醇药物，医生说它能预防心脏病发作，降低中风风险，是心血管疾病的救星。然而，你知道吗？这些药背后隐藏着超过300种副作用。有些副作用你可能每天都在忍受，却以为那只是年龄增长带来的自然现象。药厂当然不希望你深入了解这些秘密，因为这关系到上兆美元的庞大利润。我们今天就要深入综合探讨这些不为人知的真相。为什么医生都叫我们拼命降胆固醇？他汀类药物到底对身体做了什么？那些被隐藏的副作用，你中了几项？让我们一一揭开迷雾。从20世纪中叶开始，我们被灌输一种信念，胆固醇是心血管头号杀手。营养学家和医生告诉我们，为了预防心脏病，要少吃蛋黄、内脏等含高胆固醇的食物，还要想方设法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于是，胆固醇坏东西这个观念深植人心。我们许多人把每天服用降胆固醇药当成像刷牙一样平常的习惯。然而，你可曾想过，如果胆固醇真那么十恶不赦，为什么我们的身体自己会制造胆固醇？事实上，胆固醇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物质，它参与构成每一个细胞膜，就像细胞的砖墙。它是合成维生素 D 和各种性激素的原料。没有胆固醇，我们无法制造睾酮、雌激素这些关键荷尔蒙。它也是生产胆汁酸的原料。胆汁帮助我们消化脂肪。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大脑中含有大量胆固醇，大脑重量不到体重的 2%， 却含有全身将近 20% 的胆固醇。胆固醇是神经元形成联系的关键，没有它，大脑无法正常运作，记忆与学习功能都会受影响。听到这里，你是不是开始怀疑，我们这些年来对胆固醇的恐惧，会不会是走入了某种误区？回头看看历史，我们或许真的被一套胆固醇神话给蒙骗了。早在20世纪50年代，有科学家提出高胆固醇血症与心脏病有关，建议人们少吃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这个理论起初充满争议，但随着时间推进，逐渐演变成医学指导方针。1970年代，美国开始大力推广低脂饮食，降胆固醇风潮，全民谈之色变。然而讽刺的是，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美国人的肥胖和第2型糖尿病发病率不降反升，心血管疾病依然稳坐头号杀手的宝座。我们痛苦地啃着无油无蛋的淡而无味食物，换来的却不是更健康的身体。如今很多研究指出，当年那位提倡胆固醇治病的科学家，其实挑选性地引用了有限的国家数据，忽略了不支持他结论的资料。换句话说，我们有可能被一个不完整的假说牵着鼻子走了数十年。就在我们集体谈胆固醇色变的氛围下，制药公司看到了巨大的商机。既然大家都觉得胆固醇太高很危险，那如果有一种药能有效降低胆固醇，岂不是人人趋之若鹜？事实也正是如此。1970年代后期，日本科学家远藤章从红曲霉菌中提取出一种物质，发现它能够抑制肝脏合成胆固醇的关键酶 HMG-CoA 还原酶。这项突破引发制药界的狂热追捧，各大药厂纷纷投入研发。终于1987年，第一款他汀类药物洛伐他汀问世，随后辛伐他汀、阿托伐他汀等一系列药物陆续上市。我们熟悉的利普妥 Lipitor 就是阿托伐他汀，一度成为全球最畅销的药物，帮辉瑞药厂赚进了超过上千亿美元。制药公司把他汀类药物包装成预防心脏病的神奇药丸，医生们也几乎逢人就开，只要你的胆固醇稍微超标，无论有没有其他心血管风险因素，都建议你服用他汀。预防胜于治疗嘛，听起来很有道理，对吧？可是你知道吗？在他汀类药物狂飙突进、畅销全球的同时，一些危险信号也开始出现，只不过这些真相在当年被巨大的商业光环所掩盖，很少被人提起。我们一步步走进他汀的时代，却没注意到脚下埋藏的地雷。危险信号1：肌肉与肾脏的求救声。先来说肌肉，很多服用他汀的人，过一阵子会出现肌肉酸痛、无力、痉挛等症状。
有人早上起床觉得腰酸背痛，走几步路腿就沉重，得抬不起来。有人以前每天健走5000步如履平地，吃药后却发现走2000步膝盖就隐隐作痛，腿部乏力。最可怕的是，有些人根本没把这当回事，以为人老了肌肉酸痛很正常。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感受？如果有，而且你正在服用他汀，那么这绝非巧合。这些疼痛和无力很可能就是他汀药物在你体内埋下的祸根。为什么降胆固醇的药会伤害肌肉？原因就在于它抑制了胆固醇的合成，也顺带抑制了细胞能量工厂的重要辅助因子。刚才提到，他汀药物通过抑制肝脏里的 HMG-CoA 还原酶来降低胆固醇，但这条生化路径不只生成胆固醇，同时也产生辅酶、Q10 等物质。辅酶 Q10 是人体线粒体能量工厂运转所必需的原料，特别对肌肉细胞而言更是不可缺少的。当他汀把胆固醇釜底抽薪时，也抽干了辅酶 Q10 的来源，导致我们肌肉细胞中的电力供应不足，结果就是肌肉容易疲劳、酸痛，甚至受损。试想，我们全身的骨骼肌每天都在用，比如腿部、背部肌肉支撑我们行走、站立。如果它们功能不足，就好比手机电量只剩 20%， 一旦稍微多用一会儿，就电力不济，自然感到无力酸痛。有研究调查了300多名服用他汀的人，发现其中高达93%的人报告出现肌肉疼痛和疲劳感，85%的人感到肌肉无力。这个比例惊人得令人难以置信，但从生理机制来看并不奇怪，因为几乎每个服药者体内的 CoQ10 都会受到影响，只是程度轻重不同而已。当然，在制药公司赞助的大型临床试验中，报告肌肉不适的比例往往只有几个百分点，被解释为与安慰剂组相差无几。制药厂和某些医学专家认为，大部分所谓的肌肉症状是患者心理作用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并非他汀真在作祟。然而，真实世界的经验往往打脸这些官方数据。很多医生后来也承认，在日常门诊中，病人诉说肌肉酸痛的实在太多，甚至有心脏科医师调侃说，每天门诊我最常回答的问题就是，医生，为什么我吃了降胆固醇药，腿走不动了？这些都印证，肌肉副作用不是什么罕见的偶发事件，而是相当常见的困扰。还有更严重的情况，大多数人的肌肉疼痛会在停药后逐渐改善，但也有少数不幸者发生横纹肌溶解症，这是他汀最凶险的副作用之一。横纹肌溶解，通俗讲就是肌肉细胞大面积破裂，内容物流入血液，引发一连串危险后果。最先遭殃的是肾脏，因为大量肌红、蛋白等物质跑到肾脏过滤系统，像烂泥一样堵在那里，严重时可导致急性肾衰竭，患者会出现肌肉极度酸痛无力，尿液变成可乐色，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有生命危险。2001年，正是因为发生多起致命的横纹肌溶解案例，拜耳公司被迫将它旗下的降胆固醇药Bayco，中文名塞瓦他汀，一种强效他汀，从市场撤回。要知道，药厂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自砍财路。Bayco 上市才不到4年，就因严重副作用下架，这凸显问题的严重性。这起事件震惊医学界，一度让医生和患者开始正视他汀的肌肉危害。可是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时间流逝，其他他汀类药物照样卖得红红火火，大多数人渐渐遗忘了 Bayco 的教训，只当那是个例外的坏运气事件。事实真是如此吗？非也。Bayco 只是冰山一角，其他他汀没那么剧烈，但长年累月下来，对肌肉的损害在慢慢发生，只是我们习以为常，不以为意罢了。危险信号2，大脑在喊救命，你听到了吗？再来谈谈大脑。你可能想问，药物降的是血脂，怎么会毁掉大脑呢？其实这话一点不夸张。前面我们说过，大脑中含有大量胆固醇，因为神经细胞需要胆固醇来维持结构和功能，神经细胞之间靠突触互相联络，而形成突触连接需要胆固醇帮忙，就像盖房子要水泥、砂石一样。除了这个，胆固醇还参与髓鞘的构成，髓鞘是包覆在神经纤维外的绝缘层，让电信号能顺利传导。
如果没有足够的胆固醇，大脑的信息传递效率就会下降。基于这些作用机转，科学家很早就推测，过度降低胆固醇可能影响认知功能。可是以前我们对这风险认识不够，直到大批患者吃上他汀后，脑部的副作用才真实的浮现出来。许多中老年人在服药一段时间后，出现了记忆力下降、注意力变差、反应迟钝等情况。有的人说话讲到一半会突然接不下去，刚刚想好的词语不知怎么就从脑海中滑走了。有人忘东忘西，刚拿起电话却忘了要拨给谁，或开车出门老是忘记目的地。更严重的，甚至发生短暂性失忆，几个小时内对发生的事失去记忆，仿佛大脑短路。这些症状听上去很像老年失智的前兆，但年龄并不是唯一原因，不少人停药后记忆又恢复了。这充分说明问题出在药上，而不是纯粹自然老化。就连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也不得不承认这点。2012年 FDA 修改了他汀类药物的说明书，增加了一条警告，他汀可能导致认知功能受损，如记忆丧失、健忘、混乱。虽然官方语气中说这些案例罕见且可逆，但至少他承认了这个现象是真实存在的。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许多病人猛然惊觉，原来我最近老是觉得脑子不清楚，是药的关系。让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一点，在 FDA 正式警示之前，就有一些引人注目的案例为大脑副作用敲响了警钟。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美国前太空人杜恩·葛雷林的故事。他不仅是太空人，也是医学博士。有一次，他在服用高剂量利普妥后，出现了一过性全球失忆，突然之间失去对近期事情的记忆，连妻子是谁都不认得。过了几个小时，记忆慢慢恢复，这让他大为震惊。他后来多次自我试验，发现只要一吃他汀药不久，就会出现严重的记忆障碍。这位身经百战的医生终于意识到，原来降胆固醇药可以偷走一个人的记忆。他在停药后症状消失，于是开始撰写文章和书籍，几乎大家关注这个问题，包括他那本著名的 Lipid 窃取记忆的小偷。葛雷林博士的经历绝非孤立，只是他身为医生和受害者，愿意出面讲述，引起了更大的关注。除了记忆问题，大脑的情绪中枢也可能受到胆固醇过度降低的影响。科学研究发现，胆固醇水平过低的人，罹患忧郁症或出现攻击性行为的几率更高。推测原因之一是胆固醇参与大脑中血清素受体的功能。胆固醇太低，可能让血清素这种快乐荷尔蒙作用减弱。回到他汀药物，本来很多心血管高风险族群就容易合并忧郁症，而如果因吃药使胆固醇降得太低，情绪问题可能更雪上加霜。有些患者形容，自从吃药后就感到闷闷不乐，提不起劲，整天昏昏沉沉，这种脑子像被云雾罩住一样不清爽的感觉，也是一种常见的主观副作用。只不过很多人不会联想到是药的影响往往归因于工作压力或年龄增长。试问，一个每天浑浑噩噩、健忘沮丧的人，即使心脏病发风险降了几个百分点，这样的生活质量又有什么意义呢？危险信号3，从糖尿病到肝脏，副作用清单长达300加项。他汀药物带来的麻烦还不仅仅是肌肉和大脑，前面提到的只是冰山上露出水面的部分。事实上，科学家们累积的资料显示，他汀类药物的潜在副作用高达300多种，影响人体几乎所有系统。尽管大多数副作用未必每个人都会碰上，但种类繁多到令人咋舌。我们来继续盘点其中几项重要的。首先是糖尿病风险的增加。对，你没听错，一种预防心脏病的药居然会提高另一个严重疾病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这听起来荒谬又讽刺，但确有其事。科学家早在2010年前后就注意到，服用他汀的人血糖容易升高。后来的系列大规模研究证实了这点。究其原因，可能和他汀影响肝脏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以及干扰肌肉细胞对葡萄糖的利用有关。简单来说，他汀降低了胰岛素敏感性，让身体对血糖的控制变差。有统计显示，长期服用他汀的人罹患第2型糖尿病的几率比一般人高出约 10% 到 40% 不等。在某些特定族群中风险更高，
例如更年期后的女性服用他汀，发生糖尿病的风险增加将近50%，这已经不是一个可以轻忽的小数字了。难怪 FDA 也在2012年同步加注了可能引发血糖升高与糖尿病的警告。或许有人会说，血糖高点又怎样？预防心脏病比较重要。但问题是，糖尿病本身就是心血管疾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之一。糖尿病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带来一长串并发症。所以，如果一个人本来不算严重的心脏风险，因吃药而搞出个糖尿病，结果可能得不偿失，这不是开玩笑的。医学界对此甚至冒出一句调侃：他汀治好了你的坏胆固醇，顺便送你一颗糖尿病。接下来看肝脏，他汀药物主要在肝脏发挥作用，所以肝脏首当其冲受到影响。许多人在服药期间被要求定期验肝功能，检查血液中的肝酵素指标，这是因为他汀可能引起肝细胞受损。大部分患者的肝酵素升高幅度很轻微，不会有明显症状，一旦停药即可恢复正常。但也有少数案例出现药物性肝炎甚至肝衰竭，症状可能包括极度疲倦、食欲不振、皮肤发黄、黄疸、尿色深等。这种情况必须立即停药并治疗。虽然严重肝损伤的案例非常罕见，但既然他汀并非救命急药，而是长期给健康人服用的预防性药物，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每一例严重副作用对个人而言都是100%的灾难。此外，还有肾脏问题。前面我们谈到，极端情况下，横纹肌溶解会重创肾脏，但即便没有发生可怕的肌肉分解，一些研究也发现，他汀使用者出现蛋白尿，尿中出现蛋白质，而肾功能指标变差的比例略有上升。这暗示他汀可能对肾小球滤过功能带来一点额外负担。肾脏是个沉默的器官，一旦受损，常常难以恢复。我们需要警惕任何可能的危害因素。神经系统的其他部分也可能受到牵连。例如，有研究指出，长期服他汀的人发生周边神经病变的风险略增高。周边神经病变的典型症状是四肢末梢麻木、刺痛或灼热感，有时伴随无力。这在糖尿病患者身上很常见。而讽刺的是，他汀可能同时诱发糖尿病和神经病变，这对难兄难弟。尽管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但推测与胆固醇不足影响神经细胞膜，以及他汀可能干扰微量营养素如维生素 E 或 K 的代谢有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维生素 K2，最新研究提出，他汀会抑制体内维生素 K2 的形成，而 K2 负责将钙离子正确引导进入骨骼，防止钙沉积在血管壁。如果 K2 不足，钙质可能错乱地沉积在动脉中，加速动脉硬化，形成钙化斑块。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研究发现，长期使用他汀者的冠状动脉钙化指数不减反增。试想，我们本来吃药是为了预防动脉硬化，结果药物却让血管变硬了，这是多么荒唐又让人后怕的可能性。免疫系统方面有一点值得提及，胆固醇是身体修复机制的一部分。当组织受损或发炎时，胆固醇参与修补与免疫反应。降低胆固醇可能对免疫功能带来微妙影响。有科学家发现，他汀可能抑制某些免疫细胞的作用，让人对感染的反应变迟钝。在一些观察中，过低的胆固醇水平和增加的感染风险，甚至某些癌症发生率提高相关联。当然，要证明他汀直接导致癌症并不容易，资料也不充分。然而，在超过300种副作用的清单中，免疫功能下降与某些癌症风险增加确实被列为令人忧心的事项之一。尤其对老年人而言，如果长期服药导致免疫力下降，可能更容易感染肺炎等疾病，这些都间接威胁生命。有人或许还记得，早年间有几项大型他汀试验的统计分析发现，他汀组患者的某些癌症发病率稍高，引起过一阵讨论。虽然后来医界多数意见认为心血管获益仍超过潜在风险，但这些迹象绝对值得进一步研究与追踪。其他琐碎但烦人的副作用还有很多，例如部分人出现睡眠障碍，服用他汀后做噩梦或失眠的案例有报道。也有人出现皮肤问题，如皮疹、干痒，甚至罕见的药物诱发皮肤重症。有男性患者抱怨性功能下降。
这可能与胆固醇降低使睾酮合成减少有关。还有些女性报告脱发问题，头发变得稀疏，停药后才改善。以上种种，虽然每一项单独看起来都不是很常见，但加总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副作用谱系。难怪有人戏称，打开他汀药物的说明书，你会发现除了生小孩会变不孕和吃了会死之外，其他副作用它几乎全包了。夸张归夸张，这句话传达的正是人们对他汀副作用繁多的无奈感叹。说到这里，你也许心里充满疑问和愤怒，既然副作用这么多，为什么我的医生从没告诉过我？为什么电视上的药品广告只强调有效降胆固醇 27%， 让心脏更健康，却没人跟我细说这药可能让我浑身酸痛、变胖、糖尿病、体重上升或变笨？这其中的原因说来话长，但总归离不开两个字：利益。首先，多年来医学界对他汀的态度是利大于弊。医生在念医学院和接受继续教育时，被教授的观念是他汀可以显著降低心肌梗塞、中风的风险，它的副作用发生率很低，且大多轻微，可以接受。甚至一些教材会说，他汀类药物安全性极佳，大部分患者耐受良好，只有少数人出现肌肉酸痛或肝酵素升高，很少需要停药。在这种整体认知下，医生主动去强调风险的意愿不高，有时并非他们存心隐瞒，而是他们真心认为问题不大，或认为吓唬病人反而不好。毕竟医生希望你遵从他的处方，如果把你吓跑了，你不用药导致心脏病发作，他可能觉得更对不起你，于是3亿7害的事情就略过不提了。但是我们得追问，医学界利大于弊的印象从哪来？是否客观？这里头药厂的影响力就不得不提了。制药公司资助了大量有关他汀的研究和临床试验，通过精心的数据包装，把药效描述得惊人，而副作用描绘得云淡风轻。例如，他们常用相对风险降低的说法来宣传。假设有100个高风险患者，不吃药的情况下，5年内10人会心脏病发作，如果吃药后只有7人发作，那就是降低了3人，绝对风险降低 3%。 但相对于原先10人的风险，降到了7人，相对风险降低 30%。 30% 听起来厉害极了，于是广告标语就会说，他汀让心脏病风险降低30%。可是大多数民众并不了解 30% 的背后，其实仅代表每100人中少了3个人出事，而这100人中却有100人都得天天吃药，承受副作用风险。也就是说，有97个人白吃了药，受了副作用，却没获得预防利益。这笔账若算清楚，对低风险族群来说，风险收益比其实相当可疑。可惜一般病人听不到这样的分析，药厂不会强调，许多医生自己对统计数字的理解也未必清晰。更有甚者，制定指南的专家委员会背后往往与制药产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2013年，美国心脏学会和美国胆固醇教育计划联合发布了一套新的胆固醇治疗指引，大幅扩大了建议服用他汀的人群范围，几乎所有40-50岁以上有一点心血管危险因子的成人都被纳入。他们甚至取消了过去强调的胆固醇数值目标，干脆改成只要满足某些条件就直接吃固定剂量他汀，不论你的 LDL 实际是多少，这等于默认全民吃药预防的思路。结果该指南一出，美国一下子上千万被需要开始服药，这可真是制药公司举杯同庆的大好消息。事后媒体披露，当时指南小组里很多专家都接受过他汀药厂的经费或研究资助，引发舆论对利益冲突的质疑。虽然专家们辩称自己的学术建议不受赞助左右，但想想看，当整个医学体系和商业机构都深信降胆固醇是硬道理，谁还愿意唱反调去强调副作用？药厂不想让你知道的不只是这药的风险，还有你真正的选择权。他们喜欢把他汀塑造成没有它你就危险了的生命线，让人产生依赖感。许多病人一拿到处方就觉得这药非吃不可，一吃就是一辈子。有的人明明吃了不舒服，回诊跟医生提及肌肉酸痛，医生的反应通常不是停药观察，而是那我们换另一种他汀试试，或者减个剂量看看。
患者常常在不同品牌、不同剂量中兜兜转转，挨着副作用继续服药。为什么不考虑不吃？因为脑子里有个恐惧在回响，停药会不会马上心肌梗塞？药厂和某些医学权威把胆固醇妖魔化太久，让一般民众和医生都产生了这种恐惧，以至于宁可忍痛也不敢轻易停药。这就好像被困在一个两难陷阱，吃吧，浑身不对劲；不吃吧，又怕心脏出事。我们很多人就是在这种矛盾中，把自己交给了每日一粒小药丸。药厂笑呵呵收着钱，谁还在乎你晚上小腿是否抽筋，得睡不着？听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开始冒冷汗。天哪，那我是不是该把手上的药丸马上扔掉？冷静，冷静。我们强调他听的危害，不是要你在没有专业指导下自行停药。毕竟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有些人还是真正需要他听来降低风险。我们的目的是让你全面了解利弊，进而和医生讨论出最适合你的方案。现在你至少知道过去医生没告诉你的另一面，那就有条件做出更明智的决定。以下是一些建议方向供你参考。一、重新评估自己服药的必要性，问问自己，我当初为什么开始吃他听？是因为已经得了严重的心血管疾病，例如心肌梗塞，装了支架吗？还是仅仅因为一次健康检查发现胆固醇高？如果你属于前者，已有心血管疾病史，他听可能对你确有帮助，减少再发作的几率。此时权衡之下，也许继续服药是值得的，只是要设法减少副作用，下面会提到怎么做。但如果你只是预防性服药，例如50岁男性轻度高胆固醇，其他指标正常，那就有讨论空间了。最新的独立研究指出，对于没有其他高风险因子的健康人，仅仅因为胆固醇偏高而长期服用他听，未必能延长寿命或明显降低死亡率，反而增加了药物负担和不适。有医学专家直言，除了遗传性、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那是真没办法。胆固醇奇高以及曾经发作过心梗、中风的人之外，广泛给一般人吃他听，弊可能大于利。你不妨带着这些信息和医生好好讨论。医生，我没有其他病，胆固醇高一点，到底危险到需要终身吃药吗？可不可以试试改变生活方式来控制？一个开明负责的医生应该愿意和你一起权衡，而不是一味恐吓你，不吃不行。二、调整生活方式，给自己一个不用药的机会。很多时候，我们太依赖药物，却忽略了身体本身的康复潜能。如果你的胆固醇只是中度升高，其实可以通过饮食、运动来改善。或许你会说，我吃他听前就试过饮食运动了，没啥用啊。但问题在于，大部分人尝试生活调整的时间很短，力度不够，就匆匆上药了。给自己一段认真执行健康生活的时间，也许会有惊喜。饮食方面，现代营养学的新观念强调减少糖分和精致，淀粉比一味不沾胆固醇更重要。你可以试着控制甜食、含糖饮料、白面包、白米饭等，每餐有充足蔬菜和适量优质蛋白质，适当摄入好的油脂、橄榄油、坚果、鱼类脂肪，反而有助于提升好的胆固醇 HDL， 降低发炎。运动方面，有氧运动结合阻力训练是黄金组合，每周至少进行5天中等强度有氧运动，例如快走、骑车各半小时，外加2天肌力训练。运动能增进心肺功能，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对心血管风险的降低效果不亚于吃药，而且是全方位的益处。许多研究证实，通过生活方式改善，很多人胆固醇都能下来一些。更重要的是，即使胆固醇数字改变不大，身体整体风险状态也会向好的方向转变。毕竟，我们真正想避免的是心脏病或中风，而不单单是一个化验单上的数字。3、关注替代疗法和营养补充。如果经过努力生活调整，胆固醇仍居高不下，你又不属于急需药物干预的危险族群，那其实还有一些药物以外的选择可以考虑。在自然医学领域，一项传承已久的做法是使用烟碱酸，也就是维生素 B3 的高剂量形式，又称烟酸，来帮助改善胆固醇结构。烟碱酸在提高好胆固醇 HDL
和降低甘油三酯方面效果显著，对降低坏胆固醇 LDL 也有一定帮助。事实上，早在他汀问世前的40多年前，烟碱酸就是医师们用来预防心脏病的明星营养素，它价格低廉，天然存在于食物中，只不过治疗剂量远高于日常饮食摄取量。副作用主要是服用后皮肤潮红发热，有些人会觉得脸热或痒，大约半小时左右缓解。这个问题可通过特殊的长效配方或与食物同服来减轻。很多长期吃他汀出现不适的患者，在医生指导下改用烟碱酸治疗，发现不仅胆固醇控制住了，原本的肌肉酸痛、疲劳无力等症状也消失，人整体精神变好。当然，维生素 B3 并非适合所有人，比如严重肝病患者或某些胃溃疡患者不宜用，但对一些适合的人来说，它的确是一个相对温和而有效的替代方案。除了烟碱酸，科学家也在研究其他天然物质对胆固醇的影响，如深海鱼油中的 Omega-3 脂肪酸、可可中的植物固醇、纳豆中的纳豆激酶等等。这些或许不像他汀那样剧烈的把胆固醇压下去，但胜在没有严重副作用，而且可能带来其他健康益处。4. 减少他汀副作用的小贴士。如果你的情况属于必须服用他汀的，例如已经安过支架、做过绕道手术等，也不要绝望，仍有办法降低它对身体的伤害。第一，和医生商量用最低有效剂量。有些研究发现，低剂量的他汀就足以获得大部分保护作用，盲目追求高剂量把 LDL 压到极低，对很多人而言收益有限，反而副作用大增。第二，考虑搭配辅酶 Q10 补充剂。前面说过，他汀会耗尽 CoQ10， 许多专家建议所有服用他汀的人都应同时补充每天100到200毫克的辅酶 Q10， 以减轻疲劳和肌肉症状。研究显示，同时补充 CoQ10 的患者较少出现慢性疲劳，而一些小型试验也证实 CoQ10 可以缓解他汀引起的肌肉疼痛。这个方法已逐渐被主流医学接受，因为 CoQ10 本身相当安全。第三，注意监测身体状况，服药后若出现任何异常，不要轻易归咎于年龄或别的病，一定要怀疑是不是药物副作用，例如腿抽筋、手麻、健忘、情绪低落等，都记录下来，及早和医生讨论。有时换一种代谢途径不同的他汀，比如从脂溶性的换成水溶性的，或者改隔天服药而非每天服，都可能减少副作用。有些医师甚至采取间歇疗法，如每周只吃几次药，兼顾降胆固醇效果和生活质量。总之，不要消极忍耐，你的感受应该让医疗团队知道，因为那些指南和统计数据不会告诉你个体差异，而你有权做自己身体的主人。